假如你做了伊朗總統，你會如何治理這個國家呢？等等，在你揮斥方遒前，你發現雖然你是民選出來的，有行政權，有內閣，有幾千萬選民在你身後，但軍隊不歸你管，情報機構不聽你的，司法系統隨時能反過來查你。你想推一條法案，議會可以拖着不批，好不容易通過了，有個叫憲法監護委員會的東西給你一票否決了。你說你想改革，怎麼改？改到哪裡是最高領袖說了算。你說你想反腐，反到誰頭上也是最高領袖說了算。經濟不好怪你，民生不行罵你，外交被制裁還是你的鍋。這就是伊朗總統，37年6任總統，務實的、改革的、民粹的、強硬的。你方唱罷我登場，沒有一個人能動搖哈梅內伊分毫。哈梅內伊是如何把歷任伊朗總統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呢？大家好，我是陳北基同志，本期我們繼續哈梅內伊的第4期內容。我當不了縣長，县長哪能跟您比？他只是流水的县長，您才是鐵打的老爺。上一期我們講到，哈梅內伊能坐上最高領袖這把椅子，最大的功臣就是拉夫桑贾尼。但說實話，這把椅子他坐的並不穩，他沒有霍梅尼那種無可撼動的宗教威望，也沒有革命象徵意義。在伊朗，資歷比他老的教士2隻手都數不過來。正因為哈梅內伊身上有這麼大的硬傷，拉夫桑贾尼才跟他約法3章：我服你哈梅內伊當最高領袖，但你要先退到幕後，專心研究古蘭經，慢慢提升宗教威望。作為交換，政府取消總理職位，權力全部集中到總統手上，我拉夫桑贾尼來做這個權勢滔天的超級總統。從此伊朗雙日凌空，哈梅內伊是名義上的最高領袖，拉夫桑贾尼是實際上的摄政王。霍梅尼曾說，經濟是驢子才會去研究的東西，但拉夫桑贾尼偏偏就是伊朗巴扎商人出身，搞經濟建設那是最能實現他總統雄心壯志的事了。再說了，2伊戰爭剛剛結束，國家滿目瘡痍，民不聊生，恢復經濟本來就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於是拉夫桑贾尼一上台就搞了一套叫建設時代的改革。他的思路是，伊朗什麼都缺，就是不缺石油，只要把石油賣出去，就有錢進來，就能搞經濟建設。那沒有開發油田的技術，也沒有錢去搞油氣工業怎麼辦？拉夫桑贾尼邀請國外石油巨頭來開發伊朗油田，成本你先墊着，伊朗拿賣石油的錢再還給你。什麼東方西方，什麼意識形態，通通先放一邊，大家先坐下來一起掙錢做生意嘛。搞石油還不夠，他還推動國企私有化，打開國門搞貿易，重啟證券市場。這幾板斧下來，伊朗的石油產能開始快速恢復，大城市裡催生了一大批中產階級，整個國家看起來欣欣向榮。當然，這一切不是沒有代價的。拉夫桑贾尼搞改革的錢，一部分來源於對農業的補貼削減，他大量進口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廉價糧食，直接把本國農業給衝垮了。農民種地活不下去，只能進城打工，擠進貧民窟。那麼問題來了，城市裡的中產賺了錢會感謝誰呢？當然是拉夫桑贾尼啊。那農民呢？他們雖然擠在貧民窟裡，但抬頭一看，中產們開着豪車，天天喝咖啡，那階級跨越的幻想不就有了？誰還在清真寺跟着毛拉念經？此時此刻的伊朗，整個國家都開始崇拜金錢，而不是真主。更加恐怖的是，拉夫桑贾尼的終極目標是取得美國的友誼，解除制裁，讓伊朗徹底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如果真讓他辦成了，經濟起飛，城市中產只會更加擁護拉夫桑贾尼，保守派的農村基本盤也會被繁榮瓦解。最高領袖這把椅子遲早會變成擺設，甚至被順手端掉。哈梅內伊徹底坐不住了，他的教士集團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巴列維王朝正在以另一種形式復辟。那要跟拉夫桑贾尼這個老朋友翻臉嗎？哈梅內伊非常清楚，國家正在上升期，這時候去和拉夫桑贾尼硬碰硬就是自绝于民，所以他選了另一條路，韜光養晦，悄悄攢家底。他牢牢把控革命衛隊，把它變成自己的私人武裝，然後讓革命衛隊成立工程集團，承包戰後重建的基建項目，順
手把走私、石油、建築、電信這些產業一把抓在手裡。幾年下來，革命衛隊賺得盆滿缽滿，賺來的錢，哈梅內伊拿去收買司法系統，拉攏宗教機構，滲透安全系統。就在哈梅內伊埋頭攢家底的時候，美國人送來了一份大禮。1995年，克林頓一紙禁令，全面禁止美国公司投資伊朗石油。1996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达马托法，把禁令範圍擴展到全世界，誰敢在伊朗投資超過4000萬美元，美國就制裁誰。德黑蘭為了招商引資修建的那些高樓廠房，一夜之間人去樓空，經濟改革就此中斷。拉夫桑贾尼的对美緩和戰略徹底失敗。1997年，拉夫桑贾尼陣營曾試探修憲，想讓他打破2屆限制，連任第3屆。哈梅內伊毫不猶豫地否決了。8年前你扶我上位，8年後我送你離場。表面上看，這8年是總統在負責修復和掌控國家，實際上呢，這段時間哈梅內伊悄無聲息地完成了對革命衛隊、宗教基金會和安全系統的全面滲透，為之後30多年的統治打下了根基。拉夫桑贾尼雖然下台了，但他心有不甘。他覺得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自己對美國人跪得還不夠徹底，而且他在伊朗的政治影響力依然巨大，東山再起完全有可能。於是，1997年，他推出了自己的接班人哈塔米。哈塔米在拉夫桑贾尼的支持下，幹翻了哈梅內伊钦點的候選人，以69%的超高支持率當選伊朗總統。這段時間可以說是伊朗最接近真正改革的時刻。哈塔米一上台便高舉法治、對話、文明共存的旗幟，贏得了年輕人、知識分子和城市中產的狂熱支持。他曾說，文明與文明之間沒有必然的衝突，要在伊斯蘭的框架裡給伊朗人民真正的民主與自由。他放開了媒體，伊朗1年之內多出了2000多家新聞媒體。他放開了審查，那個時期的伊朗電影在國際上斬獲一座又一座大獎。他推動女性平權，黑色罩袍變成了一條裝飾性的絲巾。很多伊朗人一度相信這個體制真的可以從內部改變。歐洲媒體也把這一時期稱為德黑蘭之春，但很快現實就潑下了一盆冷水。在伊朗的權力結構裡，軍權、立法否決權、司法審判權全都在最高領袖手上，總統只有一個行政權。哈塔米想在體制內跟哈梅內伊正面博弈，那無異於綁着手腳跳芭蕾。於是他決定走另一條路，用輿論倒逼體制。改革派控制了報紙和私營媒體之後，只報保守派的貪腐，不報哈梅內伊在農村的建設。一種國將不國的情緒在城市裡迅速發酵。哈梅內伊親眼見過巴列維王朝和蘇聯在放開輿論之後是怎麼崩塌的，所以他這次的反應非常快。每當改革觸及核心領域，保守派就通過法院封報紙、抓記者，用危害國家安全和侮辱宗教的罪名，系統性的清除改革派陣地。哈塔米想推動法案，議會可以拖延；他想整頓安全機構、司法系統，對方也能反制。哈塔米的改革一次又一次被掐滅在制度內部。最終，人們發現，改革派最大的作用不是改變體制，而是替體制消化民眾的不滿情緒。911事件後，哈塔米第一個跳出來譴責恐襲。美國打阿富汗時，伊朗開放領空，提供情報，配合作戰。天真的哈塔米把希望全部壓在了美國身上，可轉頭小布什就在國會演講裡把伊朗定為了邪惡軸心。這一刻，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怒火全部發洩到了哈塔米身上，他再一次替伊朗的體制問題消化了民眾的所有不滿。哈梅內伊任期內最難對付的2個總統，一個務實派，一個改革派，就這麼被他一前一後絞殺乾淨。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總統能跟哈梅內伊扳一扳手腕了。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結局讓伊朗人清醒了，華貴美國沒有任何出路，那就只能走向全面抵抗。2005年，鐵匠的兒子內賈德站出來，他靠着一句“把賣石油的錢放到人民的餐桌上”，粉碎了拉夫桑贾尼付出的希望，贏得了總統大選。對內，他給窮人發放福利，搞愛情基金，推動梅赫爾住房計劃，還成立了反腐總部，一上來就對拉夫桑贾尼家族發起腐敗調查。但問題來了，這位硬漢上
上台之後越來越飄，他想往石油收入裡伸手，被革命衛隊擋回來；他想動情報系統的人事，被教士集团摁回去；他甚至提拔自己的親家擔任副總統，直接被哈梅內伊發公開信否決。一套組合拳下來，內賈德從民粹硬漢被徹底打回行政工具的原型。2013年，在制裁重压和經濟危機之下，伊朗選擇了相對溫和的魯哈尼。2015年，伊核協議簽訂的那一刻，德黑蘭街頭人頭攒動，伊朗社會一度以為真的要走出孤立了。但魯哈尼很快就發現自己手裡的權力是哈梅內伊隨時可以收回去的權力。哈梅內伊對伊核協議始終心存不滿，而且魯哈尼試圖削弱革命衛隊的影響力。2019年，因反對油價上漲，全國爆發大規模抗議，哈梅內伊政權通過控制的媒體喉舌，把鍋全部甩給了魯哈尼。2021年，在制裁、疫情、蘇萊曼尼被殺的多重打擊下，伊朗民眾再一次對溫和派徹底失望，投票率創歷史新低，保守派全面回歸，萊希當選總統。或許是看明白了，總統就是讓你幹嘛你就他媽老老實實幹嘛的角色。萊希不再改革，不再突破，就專心維穩，清理異己，執行對內的政策。2024年5月，萊希因直升機事故不幸遇難，佩澤西奇揚接任。佩澤西奇揚代表的又是改革派，理論上傾向社會開放和放鬆管控，但他面臨的困境是，你挑戰革命衛隊的利益會遭到體制打壓，你遷就保守派又會背叛改革派選民，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怎麼辦？涼拌。從1989年到2026年，37年下來，伊朗的每一任總統就像是一個帶着任務的 NPC， 修復、釋放壓力、對抗、談判、鎮壓，角色耗盡就換人。每一任總統上台時都覺得自己能改變這個國家，每一任總統下台時才發現自己只不過是替哈梅內伊打工、替哈梅內伊背鍋的社畜。哈梅內伊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從來不站在台前，髒活累活讓總統去幹，罵名讓總統去背，制裁讓總統去扛，社會矛盾讓總統去消化，他自己永遠站在那個誰也夠不着的位置上，看着這些總統一個接一個上台，又一個接一個謝幕。哈梅內伊能夠馴服每任總統，根源在於他手裡的力量源泉——革命衛隊。那麼，革命衛隊到底是怎麼從一群游擊隊員變成中東最令人忌憚的軍事力量的呢？這就是下一期的內容啦！感謝你能看到這裡。如果喜歡這期內容，不妨點讚關注，這樣下次更新了，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啦。我是陳北基同志，讓我們下期視頻再見。